这个海赛力 C2 双口45瓦，主打超薄，双口并发20+20瓦不断档，更像实用派。苹果 PD 充电曲线顺，效率规矩，文波优秀，代价就是安卓 PPS 单口功率只能在20瓦级别。各位网友大家好啊！上次我们把海赛力的 C1 Pro 140瓦测完，这次海赛力官方又把他们的一款新品 C2 45瓦双口充电器直接寄过来让我测菜啊！45瓦这个功率段就是手机充电竞争最卷的，这个级别的充电器体积、温控、兼容性3样特性的取舍，决定这款产品的最终性能。所以这期我们还是老规矩，先测看这个45瓦这些真实的设备场景跑不跑得稳，后续再拆它，把它的电路平台、功率器件、滤波和散热余量全部掏出来，用硬件证据解释每一个测试现象。先来看它的包装盒，还是经典的蓝白风格的盒子啊，海赛力 C2 45瓦充电器的英文标识，充电器的实拍图片，侧边都有一些 logo 信息啊，背面是规格信息。我们直接打开盒子，拿出充电器，非常简约的包装啊，一个卡座加充电器本体，盒子内部一个说明书，还有一张什么体验官的卡片。这个说明书同时也是这个产品的保修卡，比我想象的要小，而且做得很薄，它是一个方块形状的，手感摸上去有那种类亲肤的质感，上面的壳体为一种乳白色的，底部是白灰色的壳体，折叠插脚的设计，插脚为新国标，带绝缘防护的，两个 Type-C 口的设计啊，侧面有凹槽设计，他们家的140瓦充电器的壳体上面也有这种凹槽设计，充电器通电会有绿色的 LED 灯光点亮，正面也是一个凹槽设计，中间是海力士的品牌 logo， 整个充电器的厚度23毫米，宽度为43毫米，这一面的宽度为47毫米，充电器连包装盒一起重量92克，单充电头重量70克，整个充电器拿在手上很精致，非常的爽滑，轻薄、小巧、精致，就是它的特色。老规矩啊，我们先来看它的规格信息。海赛力充电器型号 C2， 输入规格110至240伏全球电压 ，C1 C2 口单口输出最大功率45瓦 ，C1 C2 双口输出20+20瓦，总输出功率45瓦。制造商深圳市分型探索科技有限公司，中国制造。下面则是认证信息：3C 认证，循环10年，非热带地区使用，请勿扔向垃圾桶。海拔小于2000米使用，双路绝缘，室内使用。3C 认证信息咱们放在屏幕上，有需要的可以截图。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它两个充电口所支持的快充协议的情况啊。首先，这是 Type-C 一口所支持的快充协议，有高通 QC 3.0 的快充协议，华为 FCP 18瓦功率，三星 AFC 也是18瓦功率 ，PD 3.0 45瓦 ，PPS QC 4+。PD 3.0 点进去，固定档位5个，最高20伏 2.25 安45瓦 ，PPS 只有一个5至11伏2安 ，DCP SAM 两个基础协议。这是另外一个 Type-C 口所检测出来的快充协议啊，内部所包含的快充协议跟 Type-C 一口是一模一样的，包括 PD 3.0 45瓦点进去，内部所包含的档位和 PPS 的设置也是一样的。这个 PPS 到底是仪表的问题吗？还是兼容性的问题？我们后面测试兼容性就知道了啊。关于这个充电器的兼容性，我们先从米家的设备开始啊。这个充电口显示的是快速充电，真实功率在15瓦左右，这个应该是 PPS 快充啊。另外一个充电口也是一样的，功率也是15瓦左右。我们再来看华为和荣耀手机啊，华为手机我已经看了 C1 C2 口，两个充电口功率都在12瓦左右，这个是启动的 FCP， 它没有设置 SCP 的协议，所以说功率只有这么多。荣耀手机可以启动超级快充，这个是走的 PPS 的快充啊。真实功率只能跑到13瓦左右，另外一个充电口也是一样的。我们再来看绿厂的手机啊，这个显示的是正在快速充电，功率在13瓦左右，没有启动 PPS。另外一个充电口也是一样的啊。我们再用这部蓝厂手机来看一下它的 PPS 啊，可以开启蓝厂的快充标识，只是这个 PPS 功率的话，也就是15、6瓦的样子。另外一个充电口也是一样的，三星手机则可以启动快充 2.0， 另外一个充电口也是快充 2.0。测完兼容性，我们看到它的单口都是10几瓦的功率，但是大家别忘了，这个充电器它是双口的设计。我们再来看一下双口同时使用，米家的已经启动了 PPS 快充，我们这个时候再接上一部荣耀手机，功率重新调整了一下，
还是 PPS 快充啊。荣耀这边也是走的 PPS 快充，可以达到接近30瓦的总功率。大家知道为什么要这样设置了吧？我来给大家解释一下，它的 PPS 档位给的比较克制，所以单口很难充到20-30瓦，手机实测在15瓦左右，很正常啊。但它的取向是非常明确的，优先照顾双口并发，即使是2个充电口一起用，也能各跑10几瓦的 PPS 快充，而不像传统的双口充电器，同时用就是5伏的慢充。这就是它把 PPS 限流的意义。从前面的测试我们可以看出来啊，这个充电器也就是2个20瓦的充电器并在一起，单口使用它就是一个 PD 45瓦的充电器，双口使用它就是2个20瓦的充电器。我们用这个苹果16 Plus 来采集它的 PD 充电效果，后面就是单口烤机测试和双口并发烤机测试。目前这个手机是没有电的状态啊，我们直接充电采集数据。这部16 Plus 已经82个电了，我们来看充电曲线图。4阶段完整的苹果16 Plus 充电曲线走得很标准。刚开始的时候峰值功率到36瓦，后面就是28瓦的第一阶段充电功率，持续了7分半钟时间。第二阶段21瓦的功率持续10分钟，第三阶段15瓦功率持续7分钟，最后是9瓦功率5分钟时间。这个手机从0到80一共花了52分钟，充电时间也是标准的。我们来看一下充电器壳体的温度，采集线采到壳体最高温度是 48.5 摄氏度，测试的时候咱们室内温度20度左右。兄弟们，这是这个充电器45瓦单口烤机的状态啊，到现在还没有停，真实功率是 44.9 瓦。我们看这个曲线图，非常平直的功率一直在稳定的输出，1个小时30多分钟啊，并没有断档，它是拥有长时间输出能力的。温度采集线拉平直了，我们才停下来。充电器壳体温度一直稳定在69摄氏度啊，同时用热像仪采集到它壳体表面的温度是 69.7 摄氏度，充电口附近的温度为 72.6 摄氏度。现在是这个充电器双口并发20+20瓦工作状态啊，大家看仪表还没有停，2个充电口的充电曲线图采集下来都是非常平直，20瓦一直在输出，没有任何断档的情况。还是老规矩，温度采集线稳定了我们就停了。壳体温度最高是64摄氏度左右，同时热像仪采到壳体的温度在65摄氏度，侧面的温度要高一点，在70摄氏度左右。这个充电器烤机是没有任何问题的，说明这个充电器内部的电路架构是很硬核的。现在是这个充电器专业数据的测试啊，过程虽然很枯燥，但是数据非常关键。我的视频都是分了章节的，大家喜欢看哪一个章节自己可以跳着选。首先是110伏60赫兹状态下，它的待机功耗经过10多分钟测试，待机功耗仅为 0.08 瓦。15瓦功率的时候，110伏输出 18.9 瓦，这边直流输出 15.4 瓦，折算转换效率 81%。27瓦功率的时候，110伏输出 31.8 瓦，这边直流输出 27.3 瓦，折算转换效率 86%。36瓦功率，110伏输出 41.8 瓦，这边直流输出 36.5 瓦，折算转换效率 87%。45瓦功率，这是15伏档位啊，110伏输出52瓦，这边直流输出 45.6 瓦，折算转换效率 88%。20伏档位45瓦功率，110伏也是输出52瓦，这边直流 45.5 瓦，折算转换效率也是 88%。现在是220伏50赫兹的状态啊，经过10多分钟测试，它的待机功耗为 0.17 瓦。15瓦功率的时候，220伏输出 19.2 瓦，这边直流输出 15.2 瓦，折算转换效率 79%。27瓦功率，220伏输出 32.5 瓦，这边直流输出 27.5 瓦，折算转换效率 85%。36瓦功率，220伏输出 42.4 瓦，这边直流输出 36.6 瓦，折算转换效率 86%。15伏档位45瓦功率，220伏输出 52.3 瓦，这边直流输出 45.7 瓦，折算转换效率 87%。20伏档位45瓦功率，220伏输出 52.7 瓦，这边直流输出 45.7 瓦，折算转换效率也是 87%。这个海赛利 C2 前面的测试都很不错啊，最终的文波测试会表现怎样，我们拭目以待。这也是各位老铁们最在意的数据。首先是 Type-C 一口的文波，15瓦功率，文波最高 51.8 毫伏，平均文波 47.9 毫伏左右。27瓦功率，文波最高的时候 47.6 毫伏，平均文波 41.7 毫伏左右。36瓦功率，文波最高的时候 51.4 毫伏，平均文波 44.8 毫伏左右。15伏档位45瓦功率，文波最高的时候 55.9 毫伏，平均文波 47.6 毫伏左右。20伏档位45瓦功率
温波最高的时候是 64.9 毫伏，平均温波 49.2 毫伏左右。我们现在测试另外一个 C 口的温波啊，15瓦功率，温波最高的时候 53.6 毫伏，平均温波 49.5 毫伏左右。27瓦功率，温波最高的时候 48.2 毫伏，平均温波 41.7 毫伏左右。36瓦功率，温波最高的时候 50.2 毫伏，平均温波 44.4 毫伏左右。15伏档位45瓦功率，温波最高的时候 58.5 毫伏，平均温波 48.2 毫伏左右。20伏档位45瓦功率，温波最高的时候是 63.2 毫伏，平均温波 48.9 毫伏左右。在这如此轻薄的体积下，温波能控制到这个水平，这个是非常不错的啊。兄弟们，测试篇我来总结一下，今天这台海赛力 C2 双口45瓦充电器，你别把它当成单口45瓦，它更像是双口并发40瓦的实用派，主打的就是轻薄小巧，随身便携。从兼容性来看，它的思路很明确，20瓦级别的安卓快充都能够覆盖，而且主打的是苹果 PD 充电，用苹果16 Plus 跑出的曲线是完整的标准的苹果4阶段，室温20度的环境下，外壳的温度48摄氏度，这个表现属于插上就走，不折腾的那种。再看效率和待机，110伏、220伏待机分别是 0.08 瓦和 0.17 瓦，转换效率不算卷王，但对这种小体积双口来说，算是稳稳的合格在线。它的烤机表现这一块是非常关键的，单口45瓦烤机1个半小时不断档，双口并发1个半小时不断档，温度不算凉快，但重点是它不掉档不抽风，热是热，但是热的有秩序。最后看温波，整体控制在70毫伏以内，输出够优秀，因为它的体积小还这么轻薄，日常用你不需要担心伤你的手机电池，所以这个海赛力 C2 双口45瓦主打超薄，双口并发20+20瓦不断档，更像实用派。苹果 PD 充电曲线顺，效率规矩，温波优秀，代价就是安卓 PPS 单口功率只能在20瓦级别。我的购买建议也很简单，双手机设备并发，以苹果为主，直接选它。想要安卓手机 PPS 大功率，它是给不了的，但是日常快充补贴是没有问题的。测试为了了解，才是为真相，认真车载客观输出。我是离火车载，非常感谢各位兄弟们一直以来的支持和鼓励，有你们的陪伴，才有我一直踩下去的动力。这期视频谢谢大家观看，咱们下期视频再见。